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啊，可真是让我这个做了10几年红娘的人都大跌眼镜。这不，前段时间我们广州站点来了个小伙子，叫小王，今年34岁，身高1.8米，在一家外贸公司做经理，月薪2万多，还有一套小区里的电梯房，典型的三好男人，长得好，赚得好，脾气好。这样的条件在我们广州相亲市场上那可是抢手货。小王找到我的时候说自己工作太忙了，平时也不善于社交，想找个善良顾家的姑娘，最好能够理解他偶尔加班的工作性质。我一听，这要求也太基础了吧。小王啊，你这条件要求也太低了，姐给你找个更好的。就这样，我给小王安排了几次相亲，但都没成功。有的姑娘嫌他话少，有的嫌他不够浪漫，还有的嫌他不会来事。哎呀，现在的年轻人啊，真是越来越难伺候了。就在小王快要放弃的时候，32岁的小陈出现了。小陈是通过朋友介绍来找我的，说是离异1年多，在一家美容院当顾问，收入也不错。第一次见面，我就觉得这姑娘挺有心机的，浓妆艳抹，穿着时髦，一进门就开始各种夸夸夸。哎呀，丽姐，您看起来也太年轻了吧，我还以为您是我姐呢。我心里暗笑，小丫头，这招对别人管用，对我可不行。但客套话还是要说的，毕竟做我们这行的就是要让大家都开心嘛。小陈一上来就表明自己有明确的目标，丽姐，我不想再浪费时间了，想找个稳重有经济基础的男人，最好是那种不爱玩的，我自己吃过亏了，不想再找花心的了。听到这话，我心里第一反应就是小王，这两人的条件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。小王稳重踏实不爱玩，小陈呢，看起来也是个经历过感情挫折后变得成熟的女人。于是我就安排他们在一家咖啡厅见面，本来我是打算在旁边观察一下的，结果刚坐下没多久就接到另一个客户的紧急电话，不得不先离开了。后来小王给我打电话，激动得不得了，丽姐，这次真是谢谢您了。小陈特别好，我们聊得特别投机，我心里暗喜，看来这次真要成了。小王接着说，小陈不仅人漂亮，还特别体贴，知道我加班辛苦，主动说要给我做饭送过来，还说周末可以帮我整理家务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特别理解我的工作性质，说他自己也经常忙，所以完全能理解。我心想，哟，这小陈还挺会来事的嘛。但职业敏感让我还是提醒了一句，小王啊，感情的事不能急，多相处相处再说。谁知小王立马反驳我，丽姐，您别担心，小陈不是那种物质的女人。您知道吗？我们第一次见面，她连咖啡钱都主动付了，还说什么男人赚钱不容易，应该被珍惜，这种女人上哪儿找去啊？我听完心里咯噔一下，这小陈也太主动了吧。按理说，现在的年轻女孩子，尤其是条件不错的，哪有这么主动献殷勤的？除非……不过我也没多说，毕竟是客户自己的选择，我只能提醒，不能干涉。那你们慢慢相处吧，有什么情况随时告诉姐。哪知道这才过了2周，小王又来电话了，说他跟小陈处得特别好，已经开始见家长了。我惊得差点把手机掉地上。啥？这才多久啊就见家长？小王在电话那头乐呵呵地说，丽姐，遇到对的人，时间长短不重要。小陈特别好，知道我妈腿脚不便，专门买了很多保健品去看我妈，还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菜。我妈见了都说，这姑娘贤惠，让我赶紧把人家娶回家。我听完只能苦笑，心想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太着急了。以我多年的经验来看，这种速度发展的感情往往经不起时间的考验。可是人家2个当事人都这么投入，我这个红娘也不好多说什么。就这样，小王和小陈的恋情以火箭般的速度发展着。1个月后，小王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，他们已经领证了。丽姐，谢谢您的介绍，我这辈子的幸福就靠您了，改天办酒席，一定请您来喝喜酒。我心里直打鼓，这速度也太快了吧。但看着小王那幸福的样子，我也只能祝福，好好好，祝你们幸福美满。婚后的小王更是春风得意，逢人就夸自己老婆好，说小陈多么贤惠，每天给他做可口的饭菜，说小陈多么体贴，
知道他工作累就主动按摩，还说小陈多么顾家，把原本乱糟糟的房子收拾得井井有条。我本以为这就是一个完美的相亲成功案例，准备写进我们公司的宣传手册里。谁知道好景不长，结婚3个月后的一天，小王突然推门冲进了我的办公室，脸色难看到极点。我吓了一跳，赶紧让他坐下。怎么了这是？出什么事了？小王整个人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着，半天才挤出一句话：丽姐，我被骗了。啥？被骗了？我一听这话就坐不住了。小王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小王深吸一口气，眼圈都红了。丽姐，小陈，他有个5岁的孩子，而且从一开始就瞒着我。啥？我惊得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，他居然有孩子，这么大的事情都不说。小王苦笑着点点头，是啊，我这不是喜当爹了吗？我赶紧倒了杯水给小王，你慢慢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小王捧着水杯，手都在发抖。前天晚上我下班回家，突然发现家里多了个小男孩。小陈介绍说是他侄子，说他姐姐出差，孩子没人带，就临时接过来照顾几天。我当时也没多想，还挺喜欢这孩子的，挺可爱的。然后呢？我追问道，昨天我下班早，想给小陈个惊喜，就提前回家了。刚到小区门口，就看见小陈带着那个孩子从幼儿园方向走过来。那孩子一路上都喊他妈妈，还说什么妈妈我想爸爸了。说到这儿，小王的声音都哽咽了，我心里一沉，这事可不简单啊。你后来怎么办的？我跟着他们回了家，一进门就质问小陈。他一开始还狡辩，说孩子叫习惯了，其实是他姐姐的孩子。我不信，就偷偷翻了他的手机。你看到了什么？太多了。小王激动地说，他前夫的消息，孩子的生日照片，幼儿园的缴费记录，还有她跟闺蜜的聊天记录，说什么终于找到个老实人，可以照顾我和孩子了，他那么实在，肯定接受得了。我听得心惊肉跳，没想到小陈居然这么有心机，难怪当初那么主动献殷勤，原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。小陈怎么解释的？我问道。他一开始还狡辩，后来见我证据确凿，就哭着认了，说他是真心喜欢我，只是怕一开始就说有孩子会吓跑我，打算等我跟孩子培养出感情后再告诉我真相。这借口也太牵强了吧。我忍不住说道，感情的基础是诚信啊，这么大的事情都能隐瞒，还有什么不能骗的？小王苦笑，可不是嘛。我问他为什么不在相亲时就说明白有孩子，他居然说现在这个社会，单身带娃的女人找对象太难了，我不这样做，根本没人会认真对待我。我听完直摇头，这借口也太差劲了。我们平台上明明有很多人愿意接受带孩子的情况，只要诚实相待，总能找到合适的人。最过分的是，小王继续说，他还说什么反正你那么喜欢这个孩子，不如就当自己的养吧，孩子又没错。丽姐，我是挺喜欢孩子，但这种被骗的感觉我真的接受不了啊。我深深叹了口气。做红娘这么多年，我见过不少奇葩事，但像小陈这样一步步精心设计的还真是少见。先是主动付咖啡钱，再是送饭送温暖，又是看望公婆献殷勤，这哪是在处对象，简直是在执行一项骗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我小心翼翼地问道。小王抹了抹眼角，离婚，绝对离婚，我已经联系律师了。我知道孩子是无辜的，但这婚姻的基础已经不存在了。他连这么大的事都能骗我，以后还有什么是真的？我点点头，我理解你的选择。被欺骗的感觉确实很糟糕，丽姐。小王抬起头，眼中满是悲伤。我只是想找个简简单单、真心实意的姑娘过日子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看着小王这样，我心里也不是滋味。这些年，我见证过太多美满姻缘，也目睹过不少婚恋悲剧，但每次看到有人在感情里受伤，我还是会心疼。小王啊，别灰心。我拍拍他的肩膀，感情的事宁可慢一点，也不要错一步。你这次的教训是惨痛的，但也是值得的。起码你知道了，真心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，也学会了保护自己。小王点点头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这么冲动了。丽姐，其实我现在想想，当初您提醒我不要太急的时候，我就应该听您的。
正说着，我的电话响了，接起来一听是小陈。丽姐，电话那头的小陈哭的声音都变了，你帮我劝劝小王吧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该隐瞒孩子的事，但我是真心喜欢他的，孩子也很喜欢他。我听着他哭诉，心里却冷笑，现在知道后悔了。早干嘛去了，小陈啊，我尽量保持专业态度，这事可不是我能劝的。你把小王的信任伤得太深了，感情是两个人的事，需要双方坦诚相待，而不是一个人自作主张。可是丽姐，我真的是怕他知道我有孩子就不要我了。小陈还在为自己辩解。小陈，我的语气严肃起来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小王真的在意这个问题，那你们本来就不合适。与其隐瞒真相强行在一起，最后痛苦的不只是你们两个，还有无辜的孩子。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，小陈才小声说道，那丽姐，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？诚实面对吧。我叹了口气，如果小王真的决定离婚，你就尊重他的决定。这种伤害不是一朝一夕能修复的，以后再找对象一定要坦诚，即使被拒绝也比欺骗强。挂了电话，我看向小王，刚才是小陈打来的，他想让我帮忙劝你。小王苦笑，没用的，丽姐，我已经决定了。这段婚姻我选择体面地结束，我尊重你的决定。我递给他一杯热茶，小王啊，等你准备好了，姐还给你介绍，保证找个真心实意的姑娘。小王点点头，勉强笑了笑。送走小王后，我坐在办公室，久久不能平静。做红娘这么多年，我见过太多为了各种目的而隐瞒真相的人，有的为了钱，有的为了户口，有的为了孩子，但最终没有哪一段建立在谎言上的感情能真正长久。这件事过去几天后，我专门召开了一个小型分享会，把这个案例分享给我的客户们，希望大家都能从中吸取教训。各位啊，我对着台下几十位单身男女说道，找对象是人生大事，容不得半点马虎。坦诚相待比什么都重要，如果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，这段感情还怎么走下去？台下不少人都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尤其是那些抱着先骗婚后感情想法的人，我要严肃地告诉你们，这根本行不通。感情不是儿戏，更不是一场心机游戏，真爱需要真心，没有捷径可走。分享会结束后，很多人都来咨询我相关的问题，尤其是几位单身妈妈，他们问我，丽姐，那我们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没人要了？我看着他们焦虑的样子，心生怜惜。怎么会呢？单亲妈妈一样可以找到幸福。关键是要坦诚，一开始就把情况说清楚。现在社会这么开放，很多成熟男士完全能接受带孩子的情况，但前提是你得诚实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起了另一位客户小林的故事。他也是单身带娃，一开始就在资料上写明了自己有个4岁的女儿。结果没想到第一次相亲就遇到了对的人，那位男士不仅接受了他带孩子的情况，还特别喜欢那个小女孩，现在两人已经结婚1年多，过得特别幸福。真心换真心，这才是感情的正道啊。我总结到，转眼1个月过去了，小王的离婚手续办得很顺利。小陈虽然一开始还纠缠不清，但最终还是签了离婚协议。听说他回老家了，带着孩子投奔父母去了。小王来找我喝茶，人看起来憔悴了不少，但精神状态比上次好多了。丽姐，他端起茶杯苦笑道，我这次可真是交了学费啊。看开点，我安慰他，总比婚后10年再发现孩子不是自己的强，那才叫真正的喜当爹呢。小王被我逗笑了，也是，至少现在我还年轻，还有机会重新开始，那是当然。我拍拍他的肩膀，你这条件，只要不着急，肯定能找到合适的人。小王喝了口茶，若有所思，丽姐，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。说吧。您做红娘这么多年，有没有发现什么规律？就是说，像小陈这种人，有没有什么特征可以提前识别出来？我想了想，说，经验告诉我，凡是一开始就特别主动、特别会讨好人的，都要小心。真正的感情是循序渐进的，不是3天2头就献殷勤、表忠心。确实，小王点点头。回想起来，小陈对我的好，确实来得太突然、太热烈了，简直就像照着剧本演的一样。
我接过话头，而且任何在感情初期就催你快点确定关系的人都值得警惕。感情不是买打折商品，又不是晚了就没了，急什么？小王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还有啊，我继续说道，遇到重大问题含糊其辞的，一定要多问几个为什么。就拿孩子来说，如果对方是离异，你就该直接问清楚有没有孩子，孩子跟谁生活。这些都是底线问题，不该有任何含糊。丽姐，您这话说得太对了。小王拍了一下大腿，我当时应该多问一些的。可能是我太着急了，看到小陈对我那么好，就有点飘飘然了。人之常情，我笑着摇摇头。很多人在感情里都会犯这样的错误，特别是那些平时缺乏关爱的人。一旦有人对他好一点，就容易缴械投降，把对方想得太美好。那该怎么避免这种情况呢？小王认真地问道。慢一点，再慢一点，我认真地说，真正的感情经得起时间考验。如果一段感情只能在短时间内速战速决，那多半有猫腻。就像炒菜一样，火候太急，肯定不入味。说得好。小王恍然大悟，其实我父母也劝我别那么快结婚的。可我当时觉得他们是老古董，不懂现代人的恋爱。哎呀，我笑着打断他，老人家阅历丰富，有时候一眼就能看出问题所在。下次可得多听听长辈的意见啊。一定一定，小王连连点头。这时我想起了一个人选，可能很适合小王。对了，小王，我们公司最近新来了个客户，33岁，本地人，在医院做护士长，性格特别温柔踏实，离异没孩子，家里就他和父母，要不我给你们安排个见面？小王有些犹豫。丽姐，我现在对相亲这事儿还有点阴影，理解理解。我赶紧说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们平台的每个客户资料我都严格核实过，绝对真实可靠。何况啊，这次我会全程陪同，保证让你看清楚对方的真实情况。小王想了想，点头同意了。那好吧，听丽姐的。不过这次我得慢慢来，不能再像上次那样莽撞了，这才对嘛。我欣慰地笑了，感情这事儿宁愿慢一点，也不要错一步。就这样，我又给小王安排了新的相亲。这次的姑娘确实如我所说，踏实温柔，而且特别真诚。第一次见面就把自己的情况全盘托出，包括离婚原因、家庭状况、经济情况等等，没有一点隐瞒。小王被他的坦诚所打动，两人很快有了好感。不过这次小王吸取了教训，没有急着确定关系，而是慢慢相处，了解对方。3个月后，他才正式向姑娘表白，又谈了半年恋爱才提出结婚。婚前两人还一起去做了婚前财产公证，约定了各自的责任和义务。这次的婚姻建立在充分了解和完全信任的基础上，显得特别扎实。去年年底，小王特意带着新婚妻子来看我，两人恩爱甜蜜的样子，让我这个老红娘看了都感动。丽姐，这次我真的找对人了。小王拉着妻子的手，笑得像个傻小子。如果不是您当初给我指点迷津，我可能还在婚姻的泥潭里挣扎呢。是啊，丽姐，小王的妻子也真诚地说，谢谢您把这么好的人介绍给我，我会好好珍惜的。看着眼前这对幸福的夫妻，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。做红娘这么多年，最大的成就感不是介绍了多少对成功配对，而是看到他们真正获得幸福。好啦好啦，你们两个就别谢我了。我假装嫌弃的摆摆手，感情是你们自己经营的，我只是搭了个桥而已。好啦，今天的相亲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丽姐，咱们下期再见。对了，如果你们身边有相似的经历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。相亲路上，咱们互相鼓励，共同成长。最后祝愿所有单身的朋友们都能遇见那个愿意陪你慢慢变老的人，而不是随便找个人将就着过日子。记住丽姐的话，宁缺毋滥，宁愿单身也不要错爱。好啦，我是丽姐，咱们下期故事见。